波加查、温格高平路赛段冲刺对撞 ，JC 车手的强势突围，范德布尔冲刺接力，温高遗憾第二。各位，你真的没有看错，这前面三个他真是总成绩车手，我真没胡说啊！赛后直接给彪哥冲自闭了，这就是2025环多菲内丘陵赛段的强度，我只能说顶尖。那6月8日晚7点，环多菲内的第一赛段正式开始，赛段全长195.8公里，爬升2279米。赛段的终点是4级坡的连续绕圈，难度并不大，但是传统冲刺车手没点爬坡能力是真不行，这也是目前比赛的一个趋势。整体来说还是属于偏向单日赛的设计，所以说范德普尔这些单日赛车手应该是今天比赛主场。但是各位，今天比赛最后太意外了。比赛最后的70公里依旧是2名突围车手在前科菲迪斯的奥林斯和阿尔凯亚的埃迪里，两人的突围目的也足够简单，第一个就是为了拿圆点山这个荣誉山，第二就是为了给由于需要高考的粉丝祈福，直接直通双一流。两人的突围一直是保持在1分半左右的时间差距，途中呢没有竞争的通过了冲刺积分点，但是62公里大集团中威斯马勒斯特兰德带着乔恩斯试探了一下这个冲刺积分点，优异的波利特回应了这波进攻，在最后时间段反超，第3名拿下冲刺积分以及1秒非常珍贵的减秒。55.5公里突围车手中，迪埃里在大集团差距只有40秒的时候选择在前方突围集团中单飞，而剩下的奥林斯呢，在1公里过后被大集团追上紧接着本场比赛的第一波进攻直接开始，不用猜，各位你就知道是谁。38.6公里在爬坡上，英孚的本西利主动的去进攻，10%的爬坡，速度已经干到30好几突然的发难，这一波的进攻呢还是比较突然、比较成功的。随后呢，副将在英孚前方进行试探，那集团加速回应了这波进攻之后，直接将集团内温格高和波加查的战斗情绪掉了出来，两人直接顶在了集团前方进行追击。没错，各位，这就是战斗的感觉。37公里平路上，8连胜利的赖特从集团中拉出，和前方近在咫尺的突围车手汇合，而后方集团中也进入了短暂的平静，副将重新的控场。但是从刚才那一波进攻来看，艾菲恐怕在今年后面的环多菲内的高山赛段有点说不上话31公里，车手们进入最后一圈的比赛中此时还剩余2段4级坡的爬坡，难度其实并不是很大，属于短平快，但是极限的爬坡坡度潜藏着一些进攻和拉开差距的机会。目前突围车手的差距也属于在可控范围之内。22.8公里，后方大集团中崔克开始掌握集团节奏，和今年环意前2个赛段的战术很相似但是在后方的本西利、范德普尔也在摩拳擦掌，调整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比赛最后的7.2公里，最后一段4级坡上，突围车手被威斯马的车手带队追上，而就在此时，车手们的轮番进攻就开始了。英力士的本特纳先行左侧拉开进攻，驾驶和速度极快，英孚的副将迅速贴上之后，集团开始追击。在后续的追击过程中，威斯马乔根森有一波加速去向前试探，查哪个车手他都不肯放过当然温格高就在他的身后，也包括了范德普尔等其他车手。5.8公里，博拉德范吉尔斯选择从集团中再次的进攻去试探，但是紧接着年度的诡秘时刻直接开始。5.5公里之后你能看到温格高突然在平路上进攻，这还是我们认识的温格高吗？那这次波加查再次从平路回应追击过后范德普尔在跟在他身后过后，艾菲一开始是没有反应过来的，随后从大集团往前追上，那5人的神仙突围集团迅速的形成，有点不可思议。4.4公里，大集团中8代也想要追赶一波潮流，但是无人配合。那前方波加查、温高、艾菲、彪哥以及布伊特拉格5人轮换也算是比较顺利，这个集团也算是比较的容易形成。但是大车群也不想在起伏赛段，你第一个赛段就把几人放走，那所以说追击的强度比较高。如果没追上，那确实有点丢面子。那最后的500米，两人在赛段的终点前还有保持到不到20秒的优势。那集团中的范德普尔有点着急，率先开启冲刺，但是后劲稍虚的有些不足。波加查、温高直接开始激情冲刺肉搏，两人同时的左拉。艾菲看到这情况直接弃权。最后的终点线前，波加查是稳定的拿下了环多菲内第一赛段，温高遗憾第2，范德普尔今天是第3。而且今天最后赛段结束之后还有点让我欣慰，一个是波加查、温格高两人在冲刺过后还是非常的愉快和交谈，相互的肯定。那所以说两方的粉丝就别吵谁强谁弱了。那2就是波加查和老搭档特伦廷的击掌，虽然特伦廷有点落寂，当然还有和小粉丝的击掌。那第一赛段结束之后，我觉得多少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赛段前3，波加查、温高、范德普尔、艾菲在第4过线，而总成绩这边，波加查直接通过一个看似让冲刺车手拿赛段的第一赛段穿上了黄衫，出乎了我的预料吧。温高第2，彪哥第3。那波利特因为减秒是比艾菲快了1秒，
来到了第4，艾菲是总成绩第5，差距10秒。那总成绩此时的差距并不重要，那绿衫依旧是伯加查，圆点衫属于脱衣车手奥斯林，白衫则是艾菲。各位，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不禁让我感叹，这个就是今年总成绩车手的强度啊，恐怖的让人害怕。温高的状态也非常不错。那6月9日，黄豆菲内的第2赛段，同样赛段全长204公里，爬升2813，爬升比今天多一点。看看冲刺车手啊，能否在总成绩车手的手下再拿一个赛段？那关注鱿鱼，不错，后续精彩赛事解说。